印度海军是亚洲不容忽视的一支海上力量，拥有各类军舰200余艘，其主力水面作战舰艇包括2艘航空母舰、10艘驱逐舰、13艘巡防舰、22艘护卫舰，以及其他小型作战舰艇。作为水面战力的核心单元，印度海军的驱逐舰在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。满载排水量超过5000吨级的驱逐舰共有7艘，分别是3艘德里级驱逐舰、3艘加尔各答级驱逐舰，以及1艘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。下面我们要一同了解的是印度驱逐舰序列的2号战力加尔各答级驱逐舰。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整体性能如何？与世界同级舰艇相比的优点和弱势何在？接下来就让武器沙漏为您一探究竟。加尔各答级驱逐舰也被称为项目 15A， 是印度海军现役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，由印度孟买马扎钢造船厂研制，属于印度海军德里级的改良版本。主要的改进项目包括武器单元和隐身性能。加尔各答级与德里级的尺寸非常相近，但是进行了相当多的修改，排水量也有所增加。在维沙卡帕特南级服役之前，加尔各答级是印度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驱逐舰艇，也是印度海军所拥有的第1艘具备隐身性能的驱逐舰。加尔各答级的出现，对于印度海军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，被认为是印度海军现代化发展的标志性项目之一。加尔各答级长约163米，宽约17.4米，吃水约6.5米，与印度的德里级驱逐舰几乎相同，但是两者在吨位上有着比较大的差距。加尔各答级的标准排水量为6800吨，满载排水量约7400吨，而德里级的满载排水量仅为6200吨。相比于德里级，加尔各答级在武器单元、传感器套件和内部结构上得到了升级和优化，战力和信息化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。加尔各答级采用了全燃联合动力方式，也就是使用2套不同功率的燃气轮机交替或同时驱动传动系统。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占地面积相对较小，在巡航速度下的燃油经济性更高。全燃联合动力方式也是目前世界大型军舰较为主流的动力模式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、俄罗斯的无畏级以及我国的055型驱逐舰等等，均采用了这种动力模式。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主动力单元来自乌克兰，由乌克兰曙光机器设计科研生产联合体提供，采用的是 M361型双轴燃气轮机，由2台 DT59型发动机组成。加尔各答级配备了2套 M361燃气轮机，共包含了4台 DT59型发动机，输出功率在64000马力左右。此外，舰上还配备了2台印度本土研制的柴油机，输出功率在9900马力左右。加尔各答级的极速估计在30节以上，航速18节时的航程约6000海里，也就是11000公里左右。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研制项目在德里级之后，印度德里级驱逐舰也被称为项目15，加尔各答级的代号为项目 15A。 虽然加尔各答级由印度孟买的马扎钢造船厂建造，但是大批核心组件依然依赖进口，整个建造过程也因为来自国内外的多种原因而不断延误。加尔各答级驱逐舰正式立项是在1990年代后期，直到2000年5月，印度才正式批准加尔各答级的建造计划。最初的名称是班加罗尔级，后来才改成加尔各答级。在2008年，印度预计的加尔各答级整体预算在4.8亿美元左右，到了2011年，已经飙升到15亿美元。加尔各答级在面临成本提升的同时，也饱受建设延误的困扰。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来自俄罗斯钢材供应的价格涨幅和交付拖延、工人工资的上涨，以及海军高层对于武器和传感器单元的选择矛盾。不仅如此，建设过程中持续遭遇的技术难题，也令整个建造过程难以快速推进。而印度海军高层在最后关头才做出选择的武器单元，也不得不令部分设计重新调整。已经建造好的直升机库，也需要为印度本土直升机做出进一步的修改。除此之外，
原本由乌克兰提供的传动轴和螺旋桨系统也遭遇问题，不得不再次求助俄罗斯。采购自以色列的巴拉克8导弹系统也出现延迟交付的问题。印度的加尔各答级驱逐舰一共建造了3艘，分别是1号舰加尔各答号、2号舰科切号以及3号舰金奈号。加尔各答号于2003年下水，2006年完工，原计划于2010年服役，最终因各类问题一再推迟。而后又在海试期间再次发现技术问题，在比原计划推迟半年之后，最终于2014年投入使用。科切号于2005年开始动工，2009年完工，于2015年投入使用。金奈号于2006年开工，2010年完工，于2016年投入使用。三者的母港均位于孟买。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船员数量在300人左右，舰上配备了模块化的生活空间，并配置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设备。相比于德里级，加尔各答级被印度海军给予很高的期望，希望加尔各答级能够在防空、反潜、反舰和对地支援领域获得更大幅度的提升。在火力单元方面，加尔各答级最基础的武器单元是一门来自意大利的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。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能够进行360度回旋移动，射击仰角为负15度到正85度，射速在每分钟85到180左右，炮口初速约每秒920米，有效射程在9000米左右，最大射程约20公里，标准备弹80发。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的历史比较悠久，标准版本是1960年代的产物，改进型于1980年代末期投产。印度加尔各答级配备的估计为改进版本，整个炮体的移动采用电力驱动，射速提高到每分钟120发，最大射程提高到30公里，备弹数量提高到85发。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的优点是设计紧凑，射速较快，而且稳定耐用。但是这门舰炮普遍用于中小型护卫舰或巡防舰，甚至被用于巡逻快艇。如果作为驱逐舰的主炮，则会出现火力不足的问题。虽然欧洲同级别驱逐舰中也采用了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，但是为了弥补火力不足的问题，采用了增加舰炮数量的方法。例如法国海军的地平线级驱逐舰就采用了2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。而意大利海军的地平线级驱逐舰则直接将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的数量提升到3门，而大多数同级别驱逐舰则选择配备大口径舰炮，例如英国的45型驱逐舰就配备了一门114毫米口径速射炮，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级驱逐舰更是配备了一门127毫米口径舰炮。我国的 052C 驱逐舰配备的是一门100毫米口径舰炮。052D 的舰炮口径则提升至130毫米。印度加尔各答级在舰炮配置上完全处于弱势，在射程和威力上都无法与大口径舰炮相抗衡。在反舰武器领域，印度的加尔各答级拥有2套共16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。内含16枚印度与俄罗斯联合研发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。布拉莫斯的设计原型是苏联的 P800 镐玛瑙反舰导弹。布拉莫斯具备陆基版本、空射版本和舰载版本，其舰载版本主要由印度海军的德里级、加尔各答级驱逐舰和维沙塔帕特南级驱逐舰等水面舰艇使用。舰载版布拉莫斯重约3吨，长约8.4米，直径约0.6米。可以携带200到300公斤重的常规弹头，也可以携带核弹头，作战范围在600公里左右，射高在15000米左右，能够在距离海平面3到4米的距离进行低空掠海飞行，极速在3马赫以上，主要为反舰用途，也可以充当巡航导弹角色，对陆地目标进行攻击。西方同级别驱逐舰的反舰武器，以法国的飞鱼和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为代表，
飞鱼反舰导弹由法国研制，具备舰射、前射和空射版本。飞鱼重约670公斤，长约4.7米，直径约0.35米，弹头的重量约165公斤。法国飞鱼反舰导弹的射程约70公里，极速约0.93马赫，具备低空掠海飞行的能力，采用了惯性制导、主动雷达制导和 GPS 制导相结合的飞行模式。美国鱼叉反舰导弹由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研制，现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。射程根据规格不同而有所变化，通常在100到315公里左右，极速约0.85马赫。我国的 052C 采用的是鹰击62反舰导弹， 052D 采用的是鹰击18反舰导弹。鹰击62反舰导弹是一款高亚音速远程反舰导弹，作战范围约300公里。鹰击18反舰导弹是一款超音速反舰导弹，作战范围在600公里左右，能够进行超低空掠海飞行，巡航速度在0.8马赫左右，末端攻击速度可以飙升到2到3马赫。在拥有射程优势的同时，还具备比较强的突防能力。比较而言，印度的加尔各答级所使用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，在射程上要强于西方国家较为常见的飞鱼导弹和鱼叉导弹。大多数西方同级别驱逐舰均配置了8枚反舰导弹，而加尔各答级配备了16枚。相比之下，我国的 052D 型驱逐舰就具备一定的优势。052D 型导弹驱逐舰拥有包含64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，具备比较强的弹药兼容性，可以灵活搭配不同型号的导弹数量，并可以同时控制4种类型导弹的发射，可以根据任务灵活增减反舰导弹的数量。在性能上，我国的鹰击18反舰导弹同样可以达到600公里的射程，并且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。在防空能力方面，加尔各答级配备了4套共3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，内含32枚以色列巴拉克 E 型或巴拉克8型防空导弹。巴拉克 E 型由以色列研制，射程在12公里左右，射高在5500米左右。巴拉克8型由印度和以色列联合研制，是一种中远程防空导弹，可以用于拦截各类飞行器、反舰导弹、无人机、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。巴拉克8型的射程估计在70到150公里左右，射高在16000米到3万米左右，最大速度在2马赫左右。巴拉克8型目前采用陆基发射和舰载发射2种模式，主要的用户是印度和以色列。在世界同级别的主流驱逐舰中，法国和意大利的地平线级驱逐舰搭载了32枚子晚30防空导弹以及16枚子晚15防空导弹。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级驱逐舰搭载了美国标准2型防空导弹和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。我国的 052C 型搭载了48枚红旗9防空导弹。我国的 052D 型不但配备了红旗9防空导弹，还拥有一套红旗10近程导弹防空系统。比较而言，法国子晚导弹的性能参数要强于巴拉克 E 型和巴拉克8型。子晚15的射程在30公里以上，射高可达13000米，极速约3.5马赫。子晚30的射程在120公里左右，射高约2万米，极速可达4.5马赫。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参数上，地平线级都要强于印度的加尔各答级。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级驱逐舰拥有4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，能够搭载美国的标准2型中程防空导弹和改进型海麻雀导弹。标准2型是一种比较先进的防空导弹，射程在70到170公里左右，极速约3.5马赫，射高约24000米。针对超音速目标和饱和攻击进行了优化设计。改进型海麻雀导弹是多数欧美国家水面作战舰艇上较为常见的配置，其设计初衷是拦截超音速反舰导弹。改进型海麻雀的射程在50公里左右，极速可达4马赫。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级在防空武器的配置和性能参数上，也要强于印度的加尔各答级。
我国052C 和052D 搭载的红旗9中远程防空导弹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空域防空导弹，舰载版本为海红旗9，标准型的射程在125公里左右，增程型的射程可达到200公里，射高在3万米左右，标准型的极速可达4.2马赫，增程型的极速可达6马赫，具备应对饱和式攻击和拦截超音速目标的能力。我国的红旗10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射程在12公里左右，射高约6000米，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点防御武器系统。相比之下，印度加尔各答级在防空武器单元的数量和射程等方面均不占优势。从反潜能力上看，印度的加尔各答级拥有4个533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，另外还配备了2套俄罗斯 RBU-6000反潜火箭发射器。在主动防御领域，加尔各答级拥有4套俄罗斯 AK-630近迫武器系统。在舰载机方面，加尔各答级可以携带2架维斯特兰海王直升机或2架印度本土研制的北极星直升机。印度加尔各答级的雷达和电子设备主要来自以色列、法国和俄罗斯。加尔各答级最显著的方塔型雷达是来自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 ELM-2248MF Star 型 S 波段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，能够对空中和水面目标进行快速搜索，具备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的能力，也能够为各类舰载武器进行火控导引，具备同时为多种武器进行目标校准的功能。MF Star 针对高空中大型飞行目标的搜索距离在300到450公里左右，针对低空掠海目标的搜索能力在25公里左右。MF Star 具备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，能够应对比较复杂的电磁干扰环境，同时在设计上考虑了隐身效果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雷达发射信号的强度。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第2大电子设备是来自法国泰雷兹集团的 LW08 型低波段空中搜索雷达，该雷达的有效探测距离在270公里左右，能够同时跟踪64个空中目标。该雷达大多应用于护卫舰上，印度的巴拉特公司获得了该型号雷达的建造许可。除了以上2款核心设备外，加尔各答级还配备了印度本土研制的声纳设备、综合战斗管理系统、电子战系统、诱饵发射系统以及鱼雷反制系统。总体来看，印度加尔各答级与世界同级别驱逐舰相比，并不占据优势。加尔各答级的问题首先是数量较少，整个加尔各答级的数量仅为3艘，相比之下，我国052C 的数量达到6艘，052D 的数量更是高达25艘。其次是火力不足，加尔各答级的舰炮口径明显较小，而且数量仅为1门，舰上的核心武器系统为4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，可以容纳16枚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和32枚巴拉克防空导弹。法国与意大利的地平线级仅防空导弹的配置数量就到达48枚，此外还拥有8枚反舰导弹。澳大利亚霍巴特级驱逐舰的垂直发射单元为48个，可以容纳多种防空导弹，未来还可能会兼容巡航导弹。此外还拥有8枚反舰导弹。我国的052C 则拥有4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，可以发射海红旗9防空导弹，此外还具备8枚反舰导弹。我国052D 型的垂直发射单元数量最多，为64个单元，可以发射防空导弹、反舰导弹以及远程巡航导弹。以上几款驱逐舰的满载排水量均在7000吨级别，相比之下，印度加尔各答级的火力配置是最少的，而且在武器性能上也并不占据优势。最后是雷达和电子单元，印度加尔各答级的核心雷达组件全部依赖进口，而且其同等型号和规格设备多出现在护卫舰或巡防舰之上，与世界同级别驱逐舰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。印度国防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但是下至造船原料，上至武器雷达，全部依赖进口，或需要外国技术支持。这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印度提供了些许先进武器，
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印度武器发展的瓶颈。不仅如此，近年来印度海军在规模上已经严重缩水，发展速度也大幅滞后，在武器装备上也乏善可陈。被视为印度海军里程碑式的加尔各答级，就如同是印度海军的一个缩影。这举步维艰的一大步，已经不及亚洲几大海军的一小步，而且这种差距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大。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